欢迎各位收看这部影片，我是 Milk。别忘了看过影片后要留言说说你的看法，跟分享自己的生存经验咯。相信很多购买 WE Glock 的朋友都会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，就是弹道怎么打怎么偏。因为可动式内外管的设计变数增加，让问题更加复杂。事实上，这个问题困扰我快要1年了，因为我一直找不到适合的固定法。不过总算是在最近实验成功了，而且这个土炮法不用过多的技巧，肯定能造福非常多的玩家。这边就马上进入下一个阶段吧。这边要先来说明一下问题点，我会分成2个问题点。第一个是弹道异常偏左的问题，第二个是弹道不稳的问题。首先第一个问题，很多 WE Glock 的玩家在初期应该都有遇到弹道偏左的问题，多数网络资料都指出 Hub 皮是元凶，确实原厂 Hub 本身就存在问题，我的买来之后也是有问题的，只不过后续为了方便，我把整个 Hub 总成跟管皮一起换了，准度也有显著上升。至于管皮那些该怎么安装，就留在其他影片来说明吧。而就在我下场了几次之后，我发现我这把 Glock 的弹道严重偏左，也就是当瞄准靶心时，一定都会打在靶心左侧。我虽然有内红点可以校正归零，但如果实际检视的话，会发现内红点严重偏左，俯瞰角度会像是枪口瞄准目标右边。而经过检查后，这并不是 Hub 皮所导致的问题，而是因为内外管、Hub 座以及公差所致。拿我目前的滑套为例，理论上枪口到滑套尾端应该是一直线，只不过各零件的公差问题会让这些零件左右摇晃，这成为了弹道异常向左偏移以及弹道不稳的原因。所以有时打靶莫名歪掉，那很难完全说是射手自己的问题，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射手问题。至于这个问题会造成什么后遗症呢？拿我自己的经验来说，我的枪基本上都是归零的8公尺，在8公尺我内红点瞄哪打哪，但随着距离延伸到8公尺以上，假设延伸到校正距离20到30公尺左右，这时会发现距离越远，弹道就越偏左。各位要记得这件事。内红点的上下左右调整有个极限存在，我在8公尺归零就已经调到非常左边，如果现在为30公尺归零，我想这肯定没有调整空间。今天如果是下场打生存，也不会刻意去注意距离这件事，这样很可能会导致打不中目标。原则上，这部影片是为了去证弹道偏左的问题，不过在我进行这个跟动后，我发现第2个问题弹道不稳的问题也有改善，因此这方法绝对适用于大多数玩家上。现在就来说明我是怎么处理的。需要进行校正的一共有2个位置，第一个是滑套内侧，第2个是内管外侧。进行处理以前，需要事前准备至少4样东西。第一个是棉花棒，虽然卫生纸也行，但我推荐使用棉花棒。第2个是布胶带，这比绝缘胶带还要厚，在处理上会更方便。第3个是美工刀，如果是雕刻刀或其他可以切割胶带的也行。第4个是剪刀，用来剪胶带的。先从滑套看起，因为我的枪明显往左射击，因此固定枪管时必须把左侧顶起来。那么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，先拿棉花棒来擦拭滑套内侧。一般来说，这内侧会有不少油，需要先将它给擦拭掉，不然胶带会很难贴上去。虽然我擦拭过后还是很难粘住。再来把布胶带一层一层叠起，胶带长宽以不会卡到滑套沟槽为主。叠出厚度时，先塞进去看看能不能顶住外管，如果顶不住，则继续叠加上去，大概叠到几乎塞不进去的程度即可。为了让外管能够固定，但也能够拆下来，适当的胶带厚度是必要的。为了让胶带能够做出沟槽，现在要拿出美工刀，从正中央切出凹槽，切出适度的凹槽即可。当完成以后，它会像这个样子，呈现凹字的感觉。接下来就把它塞到滑套内侧。我这个布胶带不太粘得住滑套，但这反倒让我能够轻易调整位置。将它贴上去之后，就把外管给塞进去，看是否能够顺利塞入且固定住。如果外管塞不进去，就把胶带拔下来，然后从粘性处一层一层的撕下，接着再贴回滑套内试验。如果情况反过来，则继续贴厚，直到可以顺利拆装又能固定为止。接下来看看内管的部分，它的处理会比外管简单得多。首先我们要注意到一点，外管枪口处有个向内缩的1毫米的圆圈，贴胶带的时候必须要回避它，才不会一直卡到或碰撞，最后造成严重的误差。原则上滑套的部分处理完，各位就能够先行试枪一次，看最后是否还有需要进行校正。那以我个人的状况是，滑套处理后弹道依旧往左偏移，那针对内管我要做的一样是垫后左侧，
不过内外管之间有很大的空间，这个空间必须要把它给填满才行。一样是使用布胶带，要贴在大约内管中央，不过在稍微前面一点的位置，不能够太前面，是因为拉滑套时，内管其实也会向前位移。如果胶带贴太前面，就会跟外管内缩的圆圈互撞，是否会产生上弹不顺或异常耗气，这个我就没办法保证了。由于我要垫后左侧，胶带一开始先在内管左侧贴上，接下来就不断的绕圈圈，觉得厚度差不多就把胶带剪掉。剪断的位置也要在左侧，才不会垫后错误的地方。试着装进外管内，看是否能塞进去。基本上要让它有点卡住的程度，但也不能够太松，太紧会让滑套无法正常附进。太松反而没有固定功效，这个厚度是需要你自己去找出来的。内管贴上这个胶带之后，通常会发生滑套不好拉动的问题，可以试着涂上吸油膏，或者将胶带切下一圈，这应该就能够解决问题。这边再额外介绍一个固定的位置，位于 Hub 座这边，一开始也有提过，因为公差问题，这个部分其实也会晃动，而且还蛮明显的。那我的目的是希望弹道往右偏，那就剪下一小片布胶带，并贴在 Hub 座的右侧。请注意这边不能够叠太厚，以布胶带来说，只要1层即可。接下来还有一个地方，就是外管的抛壳窗的位置，这个地方也可以贴一片布胶带，跟刚才贴 Hub 座一样，不能太厚。这个部分要注意的是，胶带要大片一点，否则胶带有机会在滑套附近时脱离，导致滑套卡住。上述的这2个部分都可以涂上吸油膏帮助润滑，也能避免胶带脱离的问题。贴上以后别忘了这件事咯。这样子整个内外管的固定就结束了。这样改过以后，应该就会明显感受到零件的晃动降低。以我个人来说，弹道向左偏的问题也改善不少，弹道不稳的问题也有改善。好了，以上这个就是我所想到的方案。之前有想过一些方法，但都不是很实用，真的让我花了好一段时间才想出这个内外管固定法。有 3D 列印机应该会比较方便，自己印出适当厚度再打磨，内部应该也会比较美观些。不过请各位注意一点，千万别让内管呈现过紧的状态，否则内管可能会歪掉。我装在 WM4GPP 的 TNT 内管，就是为了固定而导致内管歪掉，所以固定时务必要小心。希望这个方法能够帮助各位提升准度。我的 G18C 除了改善弹道偏左外，也有改善弹道不稳的问题。毕竟 Glock 最令人诟病的问题之一就是它的可动内外管，想打出高准度，多半得花大钱买固定管，但那并不符合我 DIY 的想法。也期待各位提出自己的改善方案。这虽然都是些小方法，但不断累积后就能帮上其他人，也能让整个环境更加友善。别忘了在看过影片后留言说说你的看法和分享自己的生存经验咯。如果你真的超喜欢我制作的影片内容，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把旁边的铃铛给点亮起来。如果想追踪我的文字与图片内容，欢迎从影片说明中找到我的社群网站，用力按赞跟追踪下去吧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我的消息了。那么我就期待能够在下一部影片与你相见。我是 Nerk。